充满荆棘的路上，充满未知方向，粉碎摧毁那虚伪幻想，逐渐付出真相，热血才有力量。现实的伪装制造很多假象，永恒不变是坚守炙热的信念。拨开乌云的天空，融化寒冷冰霜，信念给我力量，冲破迷雾的坚强。撕下伪装的面具，换沉默一个结局。不管真相有多锋利，不畏惧，只顾为正义延续。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。为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为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这么多年，如果不是他们，我应该已经忘记你了吧？之前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有多好，后来我就有多恨你。你为了梦想和自由丢下我和妈妈，你怎么能活得这么自私？早知这样，你为什么要结婚？为什么要生我？你害妈妈过得那么辛苦，害我像孤儿一样受歧视长大。就算我身上流着你的血，但我怎么可能轻轻松松原谅你？这个坎儿，我这辈子也迈不过去。是真是假，可是我们错过了。我以后每到一个地方，就买一种颜色的礼物给你。等7种颜色的礼物集齐了，我就回家陪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爸爸快回来了。他爸爸都不要他了，还只配和死人一起玩。我打！终于还是浪迹天涯。如果没有错过彼此，还管什么天长地久？是真是假？可是我们错过了彼此。夜里是谁为你守候？如果他又如果，我会不会错过？没有错过彼此，还管什么天长地久？是真是假？可是我哎呀，你们搞错了，是他先动手的。哎，我呢，我就是图一时间好的，哎，把他给抓回来就懂了。如果还有如果，我会不会错过？哎，我把昨天晚上逮的那个秦勇给放了啊。放了。那很可能是个幕后黑手啊，要不然侠盗联盟偷的那些东西往哪销赃了？关他几天，让他交代交代。嗨，话不是你这么说的，咱们不能
放过任何一个坏人，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，是不是？我也走访过那个欢乐焕，就是那个秦勇开的。那欢乐焕是用来买卖旧物的，他结交的朋友也都是一些三教九流，但他跟侠盗联盟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据说此人能说会道，没羞没臊。不过他在那片街区的街坊邻居的嘴里口碑还挺不错的。我听说呀，他好像见人下菜碟，看见家境比较贫困的呢，找他去典当，他还会故意抬高点价格。总之，好像是一个性情中人，挺仗义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在何亮的脚踝处发现了一个陈旧式的针孔，我怀疑被连环凶手注射了麻醉剂。于是我让医院检测他抢救之前的尿液和血液，的确检测出了麻醉剂的成分，但是分量不足以致人于死地，最多是昏迷。这也就可以证明何亮上吊确是连环凶手伪造的。行了，朱凤和小雨的案子告一段落。今天呢，我请大家吃饭。好，不去了，我有点忙。哎，你这重大的发现更应该请你吃饭。走，再忙也得吃饭呀。对呀，一起去，一起去。哎呀，我真不去了。哎呀，我不去了。哎呀，大宝都被李队叫走了，现在只有你能陪我去吃饭了。走走走走。哎，警官妹妹，警官妹妹，哎呀，是我。我等你很久了，等我干啥呀？因为你秉公执法呀，我是特意跑来感谢你的。哦不用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那也要谢谢你啊。还真的不用。我呢，我是有个想法，你看我开的这个店呀，我就想和你们警察搭上线，因为我这个店每天三教九流来的人非常多，我想。万一啥时候有消息了，我好尽快给你们通风报信啊！行，谢谢您啊。哎，这个警官是新调来的吧？我从来都没见过，长得高高大大的，还很英俊呢。走吧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警官妹妹，你这样，你给我留个电话好吧？谢谢。来，你写在上面。改天呢，你把小伙子叫上一起来，我安排啊，吃味道最好的餐厅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警官妹妹是这样的，我呢看到你们以后呢，我就觉得特别的亲。我在龙帆市啊，无牵无挂的，不怕你笑话。看到你们以后，我就觉得像是家人了。尤其是这个小伙子，我看到他，就想到了我的儿子。说来话长啊，我和我儿子15年都没有见面了。要是他再见到我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认我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样，吃饭的时间咱就定下来了，带着那小伙子一起来吃饭。一定来，谢谢。好，当然了。去忙，再见啊！再见。好嘞。哎，你说这个勇哥啊，也挺有意思的啊，这个人，非要请我们吃饭，还加了我微信。不过也挺好的，就当是咱们一个线上。他呀，能说会道的，认识的人呢，三教九流也都有，挺好，也算是一个收获。你有听我在说话吗？下午还要汇报何亮的案子呢，走吧。老板，结账。何亮已经被确定是植物人，但是我在他的足踝处发现了一个陈旧式的针孔。现已证实，这个针孔不是医院抢救他的时候留下的，应该是凶手给他注射麻醉剂时留下的。这么说，何亮上吊自杀是凶手伪造的？这也太让人震惊了吧！我还是不能理解，连环凶手为什么不简单的杀死何亮，非要伪装成上吊自杀呢？以前我说过，他是在挑战警方，给警方出题。现在我觉得，他只是在挑战我。
他想用他的专业挑战我的专业。好，现在关于何亮为什么会上吊自杀的谜题已经解开了，但是我们关于连环凶手的线索好像到此为止，已经断了。线索是断了，但我觉得凶手的形象比以前更加清晰了。什么意思？结合赵雅琳和肖丹丹的案子，我基本已经确定，凶手是医务工作人员，而且他非常喜欢在同行面前炫耀他的专业。他还非常的心狠手辣，分尸、监视、画脸谱挑战连环凶犯，这都说明了他的反社会人格。我猜很可能，他的幼年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。哎，金明，勇哥给我发消息了，说一会儿啊叫我们去吃火锅，走吧。没时间。时间嘛，挤挤总会有的。你这是不是有空在这洗衣服吗？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看你每天啊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东想西想的，也想不出来个什么，还不如跟我们一起去吃饭，也许能找到点线索。你跟一个人渣在一起，能获得什么线索呢？私自放了嫌疑犯，还跟他吃饭，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也不做案情分析，也不多去几趟现场，哼，想从一个嫌疑犯那里获得什么线索？勇哥是这个地方的万事通，他接触的人很多也很杂。那我作为警察，我跟他套套近乎，聊聊天，也许能提供点什么线索啊。我这有错吗？再说了，你凭什么说人家是嫌疑犯呀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看他那个样像好人吗？坏人把坏字写脸上呀！你不去就不去，让什么？真是。呀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警官妹妹，警官妹妹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看，我请客的反而迟到了。没事儿，老友，你这摩托车可以啊，挺拉风的。全龙帆市只有2辆，我自己改装的。是帅。哎，那个秦警官没来吗？哦。他手上有一大案子还没破呢，挺忙的。没关系，那就咱们俩吃。哎，尝。来。哎。尝尝这肉。哎，谢谢。勇哥，你甭管我，你自己吃啊。我来给你先服务一下。你自己吃。好吃。好吃啊。好吃。我告诉你啊，其实呢。我自己的厨艺也是很好的，我这做了几10年的海员啊，在船上我都是负责料理的。你应该去过不少地方吧？反正我已经是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了。尝尝。你自己吃吧啊，别给我夹了。你看啊，我去过南非，去过北欧，你看我给你看看照片，来，这是我和企鹅在南极拍的照片。厉害吧？我考你个问题啊，你说北极熊为什么不吃企鹅？猜不到吧？因为北极熊在北极，企鹅在南极，它够不着啊。开心啊，不好意思，来，开心啊，开心。来。这个小腰应该算好了，你尝尝这个。谢谢。我觉得这顿下去估计又得胖好几斤。没事，多吃一点长力气。你
们做警察的太辛苦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秦警官平时也跟你们一起出去破案吗？是也不是吧。那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哦，他是法医。法医？哦，就是查看现场，还有解剖尸体什么的。亏了他今天没来，他要来了，这腰子估计他也吃不动。啊，那干这个法医的工作危险吗？其实还好，但是这小子呀不服输，每次呀非得跟着我们一起去跑现场什么的。那他有对象吗？老勇，你这走南闯北的，怎么还这么八卦呀？他没对象，你给他介绍一个呀？我就是问一问嘛。不过他干法医这一行，天天和死人要打交道的，那人家姑娘能喜欢他吗？会不会很嫌弃他呀？他就算不是法医，也找不到女朋友。就他那人，每天劲儿劲儿的，说话还那么难听，谁会喜欢他？北山郊外小石桥下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一个男人死在一辆改装的黑色贴有金色标记的摩托车旁。交警勘察过了，觉得现场事故存疑，所以请我们提供技术支持。金色标记，改装摩托，哎姐，哎，环环，我记得那个欢乐焕的老勇好像有辆改装摩托。你怎么知道？哦，我跟他吃火锅的时候看见了，而且好像有金色的标记。不会吧？难道嫌疑人看见我跟他一起吃饭，以为他给我提供了什么线索，杀人灭口了？这么巧？是觉得刑警铃铛，你好。车祸为什么找法医啊？现场也存在一些异常，案件性质不好定。跟勇哥的车一模一样。同款很正常。头部有几处明显损伤，但四肢上没有。从尸体表面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在2、3天内，具体死亡时间尸检后才能确定。我们接到村民报案，到达现场时，摩托车就在这里，人在这里。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怎么可能只有头部受损呢？我们发现的时候，摩托车就是一边车把着地，一边是后备箱着地，这2点正好把摩托车给架空了。尸体正常情况下应该离摩托车会更远一点，但是考虑这是个斜坡，所以摩托车可能由于惯性下滑了一些。从尸体看来，应该是摔下来的时候头部摔到石头上出血死亡。有这种可能性。死者身份能确认吗？这是死者无证，名字叫吴明禄。具体是不是吴明禄本人，还要等到尸检结果确认之后才能确认。这一带附近好像没有监控，看不见案发现场。是啊。目击证人呢？附近的住户？附近最近的住户在2里地以外的北山村，已经派人去问了，
现在还没有结果。这条道路就是从市区去北山的，过了下午5点，就很少有车辆和行人了。你们在墙边有没有发现什么痕迹啊？没有。有没有这种可能性？你们看，这条道路不够宽，旁边又是很陡的斜坡。如果死者是为了避让车辆，从斜坡处直接摔落下来，那么自然路边就不会有痕迹。斜坡又是土坡，由于这里昨天下过雨，即使有痕迹，也没法发现了。但是很奇怪啊，你看，死者如果是驾驶着摩托车以很快的速度从斜坡上往下开的话，那么摔下来的话，由于初始动能，不可能离墙边这么近。但现在非常像是从上面慢慢跌落下来的，没有初始动能啊。没有初始动能？我刚才检查过了，摩托车处于在档状态，大灯处于关闭状态。也可能是跌落下来的时候，摩托车熄火了。哎，交通事故什么都不好说。行了，具体什么情况，我们回去尸检以后再看吧。把尸体运回去，我们尸检。走。辛苦。哎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根据死者的身份证呢，发现跟前2天的失踪案信息相符。这位钱女士是死者的未婚妻。2天前，26号。嗯。我能先看看她吗？一起看看吧。走。钱女士，节哀吧。现场有什么问题吗？现场疑点比较多，具体是不是交通死亡，还有待尸检来确认。钱女士，他是你的未婚夫吴明路吧？是的。我们开始尸检吧。钱女士，我们有些具体情况还需要跟你核实，跟我出来一下。表哥，他的 T 恤上有血迹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受伤流血染到 T 恤，好像没什么奇怪的吧？死者只有头部有几处开放式损伤，所以只有头部流血。头部流血的话，按照现场的情况来看，如果他是从桥上跌落，被摩托车砸中头部，那怎么可能流血到肩膀上呢？根据解剖得知，他颅脑严重损伤，根本坐不起来。按照你说的情况，交警说昨天现场下过雨，假如死者的血流到脑后形成血水坡，雨水稀释了死者的血液，在头、肩、颈部形成一个血水坡，有没有可能侵蚀到死者衣物的肩膀部位呢？但是死者的外套上没有血迹，你说的可能性已经排除了。你观察的真仔细，没错，雨水形成的血水坡，如果想侵入到 T 恤的话，一定会先侵入到外套，但是外套没有血迹。所以从里外衣服的情况上来看，死者头部受伤的时候，上身处于直立状态，所以血液才会流到肩膀上。因为没有穿外套，所以血液才会流到 T 恤上。所以你的结论是？他先在第一现场被人杀死以后，又偷偷运到了小石桥，精心布置了一出交通事故，害怕被人发现，所以摩托车大灯没打开。确定？不确定，猜的。继续尸检吧。原来天才的秦法医下结论的时候也是比较谨慎的嘛。嗯哼。
你的未婚夫吴明路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是名画家，出版过漫画册、摄影集。他也是龙潘大学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。是个艺术家。那他平时会去北山村写生采风？对，我们在北山村租了一家农家院，装修改造，既能住又可以当他的工作室。他平时出行的话是一直骑摩托车吗？我劝过他开车，可他就喜欢摩托车那种不羁放纵的感觉。1年前，他还出版过一本关于摩托车的旅行游记。你最后一次见到吴明路是在什么时候？大概是在25号下午6点左右。当时他骑摩托车回家，按照惯例，我都是周五提前给他做好晚饭，然后自己回市区陪我妈妈。所以我们打了个招呼，我就回去了。你是26号下午报的失踪案，对吗？对。第2天早上，大概8点左右，我回到北山村，发现明路不在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一直没接，一直到下午，我觉得不太正常，就报了失踪案。这都过去2天了，吴明路具体在什么时间死亡，可能需要法医的推断。根据交通事故的现场来看的话，吴明路的摩托车是从脚腿头掉落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从北山村开往龙帆市的方向。如果按你所说，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5号下午6点，26号早晨8点发现他不在，那么他很有可能是在大晚上的时候骑车去往龙帆市。以你对他的了解，你觉得会有什么事情让他大晚上的骑车去龙帆呢？这我不太清楚，他平时工作和社交方面的事情很少跟我说。全身都检查完了，死者没有明显的损伤，除了头部有4处的创裂痕。那你觉得摩托车砸到头部可能出现4处创裂伤吗？摩托车的底部没有血迹，彪哥你怎么看？现场昨天下过雨，如果真是摩托车砸的，没有血迹也有可能，但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摩托车一下可能砸出4个创裂口。摩托车底部有很多很大凸起的螺丝钉，如果一次性砸中的话，的确有可能出现4个窗口。这些窗口的组织剑桥是钝器所伤，如果一个个分开来看的话，的确不能排除是摩托车砸的。组织剑桥是分辨锐器伤和钝器伤的重要依据。钝器打击在皮肤上形成的窗口是撕裂，而锐器则是割裂。钝器的伤口自然不会整齐的断裂，而是会有组织纤维相连。行啊，欢欢，跟着秦法医做助理，基本功扎实了很多嘛。秦法医，你下结论吧。先不着急啊，根据窗口来判断案件性质呢，要看条件。这个案子的确符合这个条件，但具体分析起来不能看窗口的多少，要看窗口的方向。我们仔细看一下他头部的窗口啊，有4处，2处在头顶处，2处在头面处。根据窗口下面的粉碎性骨折可以得出结论，每一处窗口都是垂直的，而且没有皮瓣。如果是一次性砸中的话，不太可能出现4个方向，所以这可能来自起码是2个方向的不同的力。明白了，即使摩托车底有再多的螺丝，也不可能一次在死者的头顶部和头颞部同时形成垂直的伤口。所以这些窗口不是一次性形成的。死者死于颅脑损伤，但绝对不是交通意外造成的颅脑损伤，而是钝器打击。所以我断定，那场交通意外是伪造的。那既然死因已经确定了，我们开始缝合吧。不着急，再检查一下颈部。颈部皮肤没有损伤，但是颈部的深层肌肉有片状出血，说明颈部生前被人挤压过。虽然不是致命损伤，但是明显不是摩托车之类的硬器所致，应该是类似于手掌之类的软物压迫形成的。他被别人掐过脖子，而且掐脖子不是置他于死地，
而是为了固定他的体位，方便击打头部。我之前还在纳闷儿，死者是在运动过程中被人击打，击打后立刻倒地，衣服上怎么会有那么多血迹？头顶的损伤是凶手用双手掐住他的脖子，固定他的体位，造成击打。颞部的伤口是死者倒地后，凶手恐其不死又补了2下。这个现场还原满分。再次确认，死者死于钝器击打头部所造成的颅脑损伤。他在龙潘市的文化圈很有名气，朋友多，自然应酬聚会也多。有时候他在大学的讲座也是在晚上。钱女士，你跟吴明路是怎么认识的？他在龙帆市文化圈很有名气，我做过他的访谈，慢慢就熟了。你们俩同居多久了？大概1年多。本来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就在下个月。吴明路平时为人怎么样？他有没有跟谁产生过矛盾呢？没有，他人缘好，朋友也多，在学校也很受学生的崇拜。根据小常的情况，能够推断出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末次进餐后的5个小时左右。林丹刚刚发来短信说，钱佳佳最后一次见到吴明路是25号晚上6点。他骑摩托车回家，然后钱佳佳给吴明路做好了晚饭，就回娘家了。我们暂时判断他是7点钟吃完的晚饭，那么死亡时间就应该是晚上12点到次日凌晨1点左右。这个时间段应该不会骑摩托车出门吧？按照之前的分析来看的话，他的死亡现场一定不是交通事故的现场，很可能是在家中。这1个月，你有没有发现吴明路他有什么异常呢？我没发现。李队，时间晚了，吴明路家很可能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钱女士，我们一会儿派几名警员跟你一道回家看看，行吗？怎么，明路的死有什么问题？哦，有一些疑点需要澄清一下。北山区的风景不错呀，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着要搬到村里去的？搞艺术的人都有一个田园梦。北山一带空气好，风景优美，不少艺术家都来这儿自己租农家院装修改造，既当家又可以当工作室。感觉真能在这儿住个农家院，好像日子也挺好的。我家就在前边。钱女士，根据工作流程，我们需要提取一些生物监测和物证痕迹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你们随意看，我就在院子里等。
大的乳胶味儿啊！墙上的乳胶漆没有干，应该是这2天才刷上去的。如果这里是第一现场的话，凶手肯定做了处理，不然怎么这么干净？开始干活吧，把有用的信息拍上照。觉不觉得他很可疑？不好说。感觉他对吴明路的死一点都不上心。非自然死亡案件中，只要存在伪装现场的情况，绝大部分都是熟人甚至亲人作案，借此来隐藏环境和线索。所以，他确实是要重点关注的怀疑对象。完事儿了，走吧。走。钱小姐，我们题取好了，想问你几个问题。好。墙上最近是刷过新漆吗？我们家一直在装修改造，我觉得卧室的漆刷的不匀，所以就约了装修队又补了一次。具体是哪天？大概是26号上午。就是你发现吴明路不在家，下午报他失踪那天。我们家装修一般都约在明路不在的时候，因为他怕吵。26号也是之前就约好的。刷漆的装修工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？齐大海。我想休息一会儿，如果你们都调查完了的话。打扰了，回头有什么消息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你，走吧。你不觉得很可疑吗？吴明路死后的第2天，钱家又约了人来家里补漆，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他的不在场证明也很奇怪，就是吴明路被害的那天，感觉像是一起由钱家要策划，他同伙帮忙作案的协议。总之，我们现在都只是在合理怀疑，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向钱家。哎，好可爱的狗呀！我可以摸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姐，你过来看一看。哦，不了，那个上车吧，走吧。姐，你怕狗啊？我不是怕，我过敏。花花，免疫应答是人体重要的防御功能之一，一旦应答超出了正常范围，就会对正常的细胞造成攻击。爱攻击的细胞都很变态，所以叫变态反应，也就是过敏。你是在骂我吗？狗挺可爱的。小白很乖，从来都不乱叫乱咬。另一条凶人的黑狗，前几天已经被偷了。你那么确定就是被偷了是吗？你们看看就知道了。小白和小黑平时都锁在院子里，链子又是被剪断的。哎，你们是来查案的吗？如果在附近看到狗的话，可以联系我一下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里，你可以找当地派出所。是查隔壁的车祸，骑金色摩托的那个艺术家。你认识吴明路？25号晚上，也就是前天晚上，你有看见他骑着摩托车出门吗？没有，我很早就睡了。如果有人出门，小黑应该会叫，但是刚好前晚小黑被偷了。正好在前天晚上被偷了，这么巧啊？哎，你对他们的关系了解吗？我有时看到他俩在村子里散步，感觉还挺恩爱的呀。钱家不太说话，低眉顺眼的。你们说的那个吴明路，也就骑金色摩托艺术家，他倒是大大咧咧、挺爱招呼人的。我们回家啦！谢谢啊，有什么事情我会跟你联系。好的，走吧。睁开眼，幻想到你怀中，讨厌这种小冲动，不想再见。怀念着你的气息和那熟悉的怀抱。
诉他，怕你还没知道，尝出这寂寞味道。放手说不需要，可待开始我在思念谁，心要放在哪里，强忍着悲伤向你飞奔去。可待开始我在思念谁，是为你在呼喊，忘不了那思念。一瞬间只有你在我心中， I want you， 你在犹豫什么？不用害怕，我们的爱情故事多难记，无所畏惧。I want you， 我还在思念谁，可我还是没知道，曾经我们都在彼此梦中。I want you， 没想起你的脸，守住最爱的梦，看哭在你身后。一瞬间只有你在我心中。After you。